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最近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那么马上就要过年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有时间可以把我之前用过的产品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感受，依旧也是有很多的国货啊、日系啊以及欧美有的没的的东西。那么就按照类别，我们从国货开始吧。首先是竹本的这款卸妆膏，它的这个造型还是蛮特别的，它是这种洁面蜡的质地，取用的工具啊很特别，就是在它的这个盖子上。内嵌在这个上面，所以是蛮方便的一个设计。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比较喜欢奥尔滨，那有一个系列叫做优活，还有一款舒活洁面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68，不便宜的一款卸妆产品。如果你是奥尔滨的老粉的话，可能都了解这款产品。然后整个这个系列都停产，但是我想说，竹本的这款卸妆膏就是一模一样，甚至是超越它的。奥尔滨的那款呢，只要推开它，立刻就会融化成油状。虽然是做成膏状的介质呢，但是其实最终还是呈现卸妆油的状态。而这款呢，依旧也是走这个路线，只是它融化速度会更加的快，在脸上的这个肤感呢是非常的柔滑，很快就能够包裹全脸。我觉得是比传统的卸妆油要更加舒适的那样的感觉。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做成这种蜡质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取用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但是如果你很有时间，你又注重护肤的体验感的话，那竹本这款我觉得是非常贵妇的那种体验感。它的味道呢是那种淡淡的柑橘香，所以这款产品从价格上，因为它只有几十块，而且我买的时候会送像这样的一颗一颗的小样，旅行带出去真的是很方便。这么便宜的价位，然后无论是它的卸妆力、使用感都做得这么棒，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下一款呢，就是我以前介绍过的优时颜的这款洁面乳，都是买一囤一的。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油皮，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很温和，洗完很干净。最重要的是它不会有任何拔干的感觉，尤其是在当下干燥的季节。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之前有很长那段时间是在上海的那个优时颜做医美的，然后里面的很多的护士小姐姐啊，那个销售小姐姐，她们其实都非常喜欢这款洁面。如果让她们选最喜欢的东西，她们就会喜欢这款洁面。做完医美之后，你的脸是有一点抿弱的，但是这款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国货颜值的天花板，去年非常火的馥郁满铺这款洁面，很难看到把洗面奶是做成玻璃瓶的，好像一个香水瓶一样。一个品牌它要成长起来，首先它有自己的原创设计，一定会有借鉴的成分，但是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才是品牌的灵魂。馥郁满铺我觉得是完全做到了，无论是它的化妆水、面霜，就是它现在火的那些单品，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美。连我一个特别喜欢日系的人，我都想说，现在很多日系品牌恐怕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审美，也难怪它获得了天使轮的投资。但同时呢，我也会很直接的讲，它的产品呢，我并没有特别的喜欢，更多的是它的包装，它的理念我是很喜欢的，用料很充足，几乎就是用精华液的标准在做水。其实这样的说法很多大牌都有啊，但是对于我一个油皮来说，那款水并没有让我觉得极度惊艳，就是一个中上不错的水准。作为有一点轻度敏感的油敏皮，近大半年的时间我其实都在用这款洁面，无论我最近皮肤好坏，用这款洗面奶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和优时颜这种医美之后都可以用的安心品牌来说，馥郁满铺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高级感，就是既温和但又拥有高级感。卸妆洁面之后呢，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化妆水。今年的国货化妆水呢，我只买了百草集的这款太极波波水。其实我长草它蛮久了，百草集是我在大学时代就已经觉得是国货非常天花板的品牌，因为我还是蛮注重品牌的外观，它的设计一直很美，太极的这种元素呢又是会显得非常的东方。这款水呢，其实在网上褒贬不一，我个人用下来就是油皮是完全 OK 的，无论是它的味道、质感是蛮像精华液，质地呢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滋润，但实际上1秒就在脸上化开成清水的状态，是那种又清爽但是却具备滋润度的化妆水，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淡雅的那种气息。百草集这个牌子我觉得还蛮可惜的，记得当时它还有 SPA 店的时候名声还蛮大的，有进入法国的丝芙兰，就是比较代表中国的一个品牌。营销正盛的这几年，好像百草集就没有跟上来。这款水现在的话，基本上你可能在100元以内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价格，这种漂亮的设计以及它里面的核心成分，老牌它更加的稳定，无论是它的研发实力还是品质保障，我觉得老牌才应该是我们首先去追求的国货。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老牌的国货自然堂，我比较喜欢它这个精华的滴管，这个滴管挤出来的这个料真的是
刚刚好面部所需要的量。保养品在脸上要发挥效果，它是需要足量使用的。足量这个词呢，它其实比较虚无，你不知道你到底应该用多少，所以我通常都会选择比较清爽的产品。如果正常情况下是1滴管的话，我会用2到3滴管，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瓶精华是会比你日常慢慢用要效果明显的，就是真正它滴出来的那个量呢是刚刚好足量的，我觉得已经够多了。自然堂的小紫瓶呢，它本身就是主打那种比较偏基底的，用到的是独家的洗墨因成分。大家都在用2列酵母的时候呢，它还是坚守做它自己原创的成分。作为国货的大品牌，这支精华其实在 C 店应该也就是在100出头。我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再让我用那些传统的基底的精华，其实大部分都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所以像这种主打抗初老、抗氧化的精华，必须要足量。比如说你最近熬夜，你的皮肤有一些敏弱，大量的去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屏障很稳，不太容易泛红了。下一款呢是我之前介绍过的博乐达的水杨酸面膜同系列3期精华，它就像水一样，用在洁面后第一步的。有蛮多人分享用了这款精华之后，黑头都消失了，然后说皮肤变得很光滑。我觉得水杨酸这样的一个成分其实有一点过分的夸大。作为一个从小到大的油痘皮来说，水杨酸给我的感觉呢，更多的是让你的皮肤比较稳定，不会黑头急到爆，也不会大面积的爆痘。但是呢，你说让它们消失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你有用过日系的有一个基底精华叫塔卡咪，该就是一样的质地。我自己用这款精华最大的感受就是去摸我的鼻头这个部分呢，它是比较光滑的，还是有黑头的，但是黑头的那个生长速度变慢了，并且用这个精华的时候呢，我觉得痘痘会长得比较少一点。因为到了我这个年纪，其实痘痘已经不太长了，但是我们可能时不时还是需要戴口罩，那么就会有这个痘痘的问题，尤其是在口周。用了这款精华，我觉得可以有一定的改善的这个作用。那么接下来就是现在真正的国货大佬，我以前已经用过它的这款双抗精华金版，老早其实就买了，但是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它的前版我就觉得是不错，质地很好，没有任何的负担。抗氧化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让你肉眼可见的觉得说，就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我用了抗氧化精华我就不黄了，因为它不是美白精华，但是确实是很好的抗氧化精华，在这个方面是会觉得你今天皮肤会亮一点。但是这款它并没有让我看到这个效果，更多的就是让我觉得用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日间精华。那么作为升级版，其实比上一版质地更加的清爽了，挤出来呢还是这种凝露的质地，你看瞬间就流下来，轻微的滋润度，我觉得在春夏你会觉得很舒适，但是在秋冬的话，这款作为日间精华，我觉得只能打底，你可能需要叠加一个别的精华，或者一个蛮不错滋润度的乳液或者面霜。另外说一个小插曲，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这款双抗精华，它明明刚上脸是那种淡雅的香味，但是我使用了一段时间，因为大家看到就是我基本上是快用完了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我有一段时间没用了。有一次我把它拿出来之后，我有闻到一阵就是臭臭的味道，不知道是不是它里面的活性成分氧化了，让我觉得体验感有点不好。我不知道是里面的某一种成分有这种酸酸臭臭的味道。接下来说一个抗皱精华，其实我几乎不会选择国货的抗皱精华，因为大家都知道国货在紧致这一块说实话一般。但是今年有一款抗皱精华，就是我手上现在的这个战美亚贴骨精华，有不少博主都把它夸上了天，并且有博主都会在自己的私域里面去团购这款精华。我自己是在 C 店买，在 C 店相当便宜，比博主的那个所谓的什么买1送1的价格要便宜非常多，所以现在的博主割自己粉丝的韭菜也是丝毫不手软。扯远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精华，它依旧是油皮喜欢的质地。作为一款紧致精华，你如果说只是这么按压一下，我想你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博主说的整个双下巴都收紧了，好像脸上的浮肿都收紧了，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如果你按压4、5下，配合刮痧板，但是只刮这个侧轮廓线呢，我觉得对浮肿是有效果的，但是并没有往上吹的那么神。很多人都有晚睡或者吃的口味重，那么第二天你就会有浮肿的现象。用这样的一款精华快速的做侧轮廓的提拉，你会觉得今天状态好像不错。它是有同系列的这个面膜的，所以我就一起拿出来讲一下。其实也是用到贴骨精华同样的成分，会在这个面膜之前叠加别的精华，一会儿再来说。我认为年前你可以尝试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密集护理的方法。接下来这个品牌呢，其实它是一个国际大牌来着，但是呢它是在中国产的，所以我也把它归到国货这里边吧。Olay 小白瓶。老网红了。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买Olay小白瓶。早些年我其实很喜欢买大牌的美白精华，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熬夜也没有熬得现在这么凶。那么
的每个美白精华在我脸上都会有蛮明显的效果，只要我大量用。但是这些年纪大了嘛，代谢变差了，加上熬夜、工作辛苦啊、压力啊，就会不明显。但是美白精华还是可以让你明亮起来的。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大量用。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现在这个画面呢？是因为我发现后面有5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录到声音，又出现了这个 bug。现在大家应该都在过年了吧，所以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现在呢就把没有声音的这个部分重新录一下。首先是 Olay 的这个小白瓶，一定要大量的使用才能有效果，本身就是一个具备性价比的产品，那么又是100毫升。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按压头，就是你旋转的时候，它其实就会自动吸出来。滴管也是那种比较长的，所以我觉得用到最后应该是都 OK 的。看起来好像是那种比较厚重一点点的那种乳液，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轻薄的，涂上去就会有一定的光泽，因为它里面应该是有云母，所以说看起来就会比较透亮。我是有一点点黄褐斑的，就在这2家。如果你是想要试一下烟酰胺，我想在业界的话，宝洁说它的烟酰胺是第一，应该没有人会反对。烟酰胺呢，作为一个很神奇的成分，它不仅仅是可以美白，还有很好的抗衰跟细致纹理的作用。在日本你会看到很多厚生劳动省认证的精华，核心成分都是烟酰胺，所以烟酰胺其实是具备这个功能的。去年开始就非常火的一个话题是 NAD+，很早之前日本就已经在做 NMN 的内服保健品，包括现在日本的一些医院它会提供 NMN 的注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抗老的新趋势。姑且不谈它有没有效，烟酰胺就是 NAD+ 的一个前提，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成分。有点扯远，但回到 Olay 小白瓶身上，其实不仅仅是烟酰胺，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了。那么这几年他们主推的是它的这个隔糖素，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其实我们的暗沉除了氧化之外，也会有糖化，包括这几年像资生堂都在说汤基化这个话题，所以其实让你发黄发暗是有很多的因素在的。组合作用几种美白成分的美白精华，其实更加具备全面性。要首先找到你发黄暗沉的原因是什么。那对于油皮，你又会熬夜造成的氧化让你皮肤的肤色比较暗，比如说你身上的皮肤其实是亮白的，但你脸上却会偏暗，那么这样的精华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接下来呢，给大家说2个唇部的产品，首先是这个比较有名气的欧珀莱，它其实长得很像 DHC 啊，但是我还是想重申一下 ，DHC 其实是一个对我们华人不太友好的品牌。DHC 确实是日系药妆店平价护唇膏的佼佼者，因为它真的是可以涂上的那个瞬间润进去的。只是这个很有名的欧珀莱，涂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滋润度还是真的非常好的，如果你在 C 店买，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但是它还是有传统护唇膏的那种明显的油脂感浮在你的嘴唇表面，随着时间你会觉得嘴唇的紧绷感有了改善。作为一个男性而言，我不是很喜欢它，因为它的油光特别的明显，虽然具备滋润度，但是流于表浅，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品牌，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唇部产品。另外一支呢，菜鸟与配方师这个品牌已经停产了，我想也是一个蛮唏嘘的故事。其实这个品牌的停产呢，我也是觉得蛮讶异的，我并没有说很喜欢这个品牌，但是至少是国货里头大家都认识的吧。很多品牌停产，我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但是作为一个护肤品牌来说，尤其是我买过的，还是有一些唏嘘。这款唇部产品它的原价应该也不算便宜，清仓我也花了50多买它，其实是跟刚才的欧珀莱差不多的价格。它是完全日本的配方师做的，叫三井幸雄，可能大家听说过。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呢，其实也非常的日本，比如说米的发酵液，比如说肌醇啊、胎盘精华，这些都是如果你喜欢用日系的话，尤其是院线的，基本上都会含有这种成分。这款唇部美容液呢，我觉得是和以前范冰冰推火的那个牌子，我忘记它叫什么了，质感完全一样。但是这款唇部美容液我并不喜欢，因为它的质感做得很好，它在手上塑料都是非常的厚实的，它是这种唇蜜风格的涂抹头，涂抹在嘴唇上就像胶水一样。通常我会在睡觉前厚涂，它其实就像一个透明的唇蜜，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死皮就会明显的软化，洗脸的时候可以搓掉它。它和刚才的这个欧珀莱是一样的，就是上唇是没有浸润下去的那种滋润度的，是让你表面保湿。因为我是水瓶座嘛，我就很爱尝试新的东西，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乐趣所在但是就我自己个人而言，这2款唇部产品我是不会重复购买的。再回到国货停产的这个话题上，我觉得还是要把东西做好吧，不要只想着营销。接下来呢是3款国货的洗发水，现在人都有脱发的危机，尤其我作为一个大油皮，我是每天早晚都要洗头的。其实我是想要专门来拍这3款洗发水说一下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而且这么久都没有更新了，所以今天就想把要说的东西全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3生万物的洗发水，虽然它的包装并没有看着很高级，但它其实是华熙生物的高端洗发水来着。然后它怎么火的，应该就是某出了问题的女明星推的这个品，我刷到
到了好几位博主，他们都清一色的很夸张，就是说这个东西洗完之后你的头发就爆炸，就是巨蓬松，什么5天不洗头。我想郑重说明，任何一款世界最顶级的洗发水针对油皮的，不可能。你如果是油皮，你就乖乖的早晚洗头，你的头发才能蓬松。不可能靠一款洗发水把你的油洗掉，因为皮脂腺依旧在分泌，你洗完了它就不停的在分泌了，确实会比普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的头发控油持久一点，至少我早上洗完到下午之前它还是蛮蓬松的，整个头皮也很清爽，味道比较人工，很工业，不太喜欢它的味道。作为一款主打高端的洗发水呢，它在4S店的价格呢其实不太贵，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但是它只有300毫升。今天的这些洗发水其实它们的容量都很小。然后第2款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Fine Beauty， 真的是做的非常范冰冰。首先是它的味道，它很像百瑞朵的某一款沐浴露的味道，是那种既少女又女人，你洗完之后全身都散发的这种味道，我觉得非常的范冰冰，感觉是它要求会做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包装呢又非常的不范冰冰，包材真的感觉很差。以范冰冰对美的要求来说，这个瓶身还是蛮丑的。不看这个花文字的排版没有高级感，但是里面的东西真的非常的高级。它也是主打对这种比较偏油性的头发呢，确实是有蓬松感的，会感觉你的头发比较自然，尤其像我这样的短发不要贴头皮嘛。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它的这个香味真的太好闻了，它的毫升数也很少的，只有296毫升。接下来呢就是算综合里头我最喜欢的国货品牌西悦，而且它很神奇，它和大牌撞款，就是它的味道和新更新的兰蔻黑金面霜的那款调香非常的香。到底是应该兰蔻哭呢还是西悦笑呢？它的包装也是我觉得这3个里头最美。现在不就流行这种简约的 ins 风的设计，3款国货洗发水它们都是主打针对偏油性头发的这种蓬松，虽然都有效果，悦是最明显的，所以我会把它放在早上。下来说一个面膜吧，英诺，它其实是重组胶原蛋白的敷料，也是谢字号的面膜，我买了5、6盒，就剩下这最后1盒的一片。我的干敏皮朋友非常喜欢它，我送了1盒这个给他，他就立马去下单了，他觉得这是他用过最好用的面膜，给的评价很高。里面是含有3型胶原的嘛，你拿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厚度，敷完之后那个胶原就会变薄，就有吸收的感觉。但是这样的话术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有太多的品牌都是这么讲的。但目前呢，我感受下来的这些谢字号面膜，因为国货的谢字号面膜真的是太多了，那无论是我之前说的这个华熙生物帮做的理肤泉，还是现在的英诺，我觉得呢都是没有可复美好用的。你多去尝试呢，你就知道你更加喜欢什么。视频到这里的话，其实占据了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国货，就说明其实这一整年能够吸引我掏钱包花钱去购买的产品的，其实国货还是有不少话题性的。